2024年的下半年，我一口气到越南、老挝走了一圈，在每个国家都待了1个月以上，看到了不少的美景，也发现事实和想象相差还真的是不小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哪个国家我会更喜欢一些呢？越南有蓝色的长长海岸线，美奈、芽庄、岘港，谁更浪呢？老挝有绿色的连绵高山，琅勃拉邦、巴色、万荣，谁更色呢？越南和老挝在地理位置上面紧紧的相连，就自然景观的多样性而言，当然越南就要优胜了，毕竟它有海，而老挝只是一个纯内陆的国家，并且山地和高原就占了它国土的80%。上天真的是给了它一张烂牌吗？从曼谷坐飞机1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琅勃拉邦，在飞机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湄公河和它境内翠绿的山峦。可能因为它的工业不发达吧，在空中看到地面的能见度真的是非常高。琅勃拉邦是一个有着660多年历史的古代都城，台湾人、马来西亚华人就把它称作龙坡邦，老挝也叫辽国。它其实真正成为共和国的时间不过才短短的50年，之前一直要么是内战，要么就是和越南和泰国来战。老挝佛教徒的数量占了它总人口的90%以上，在琅勃拉邦的寺庙就至少有35个。诵经和安静其实都是可以令人变得非常安宁的。这个楼梯标明了向上和向下分别需要走多少步，让大家可以量力而行。老挝50%以上的人口都是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，所以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小孩在街上乞讨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戒心，问了一下老挝的朋友，他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假的乞讨的行为，他只是一味地告诉我说有一些小孩的父母都不在了，有一些虽然还在，但是呢吃不饱，所以晚上会到这边来做兼职。于是我就给了这个小孩大概20块钱人民币的老挝钱，他马上就和周边的摊主分享了这个好消息，然后又跑去买了饭菜和摊主的小孩们一起吃。当时我既为这个小孩感到可怜，也为他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动，因为过着苦日子的他们反而相处得更加的和谐。反观我们现在不需要挨饿了，却开始有了新的追求，也就是折腾了。晚上10点没到，琅勃拉邦的街上就安静下来了。小时候我很羡慕那些通了电的村庄，因为只要有灯光就可以一直的玩啊，多快乐啊！最后换来的是你想早一点睡都睡不了，因为伴随着电而来的是更多的诱惑，让你欲罢不能。这里出名的布施，作为游客的我们只是拍个照感受一下，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可以让信众们减少贪婪和执着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大家都不想换更新的车，住更大的房子的话，这经济怎么搞得上去呢？也许在这两端找到平衡点才是最关键的吧。这里真的是一个红绿灯都没有，但是交通并没有大乱，到底是没有钱买车，还是佛教的教育产生的作用呢？从琅勃拉邦坐高铁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著名的万荣。这里和桂林山水一样的美，有令人沉醉的乡间稻田、登山探险、极速漂流、跳水、跳伞、山上的、水底的、空中的，真的是怎么刺激就怎么来，很适合年轻人，是真正的背包客的天堂。便宜的酒店60块钱1晚就能够搞定。在饮食方面，从10几块的路边摊到几百块的各式料理都有。从高铁站来到镇区也不过才20多分钟，
有空调大巴或者双条车，又或者的士，交通是非常便利的。但是来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以至于这原本小小的一个镇区的服务有点跟不上，道路也承受不了这么多车的碾压。镇上的一些主干道经常都是灰尘满天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右上角的链接看我的详细介绍。从万荣再坐1个小时的高铁一直南下，就可以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了。老挝是世界上少有的将首都设在国界附近的国家。这个万象只是和泰国隔着一条河而已，也就是这条河的河边，市民游客都很喜欢到这里来吹吹风。这里的确很有一种小城镇才有的休闲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是中国90年代才有的。这里同时也是一个小夜市，很有赶集的味道。车依然是拥挤的，但是摁喇叭的情况就不多。只是在老挝只能是人让车，是没有车让人的，所以过马路呢就得注意了。万象地标性的参观景点是凯旋门，另外一个塔卵寺就是这里标志性的佛教建筑。参观完这些也都大概1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在万象没有像在老挝其他地方那样具有趣味性。但是这里的酒店并不便宜哦，租房更是贵到离谱。同样品质的房间在曼谷最多能够租到3000块人民币，这里却敢开价5、6千块，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跳。可能是因为城市从来都打动不了我吧，所以我来这里4、5趟了，都仅仅把这里作为一个中转地而已。像是要去南部的巴色，就得从这里坐飞机或者大巴。从地图上面看，从巴色向东北方向走到海边，就是越南的惠安了。这边的旅游体验又怎么样呢？这边的生活节奏就起码比巴色要快个10倍、8倍的了。游客的数量和消费层次也比巴色上了好几个档次。在这附近一带还有巴拿山景点和岘港的市区，他们都和经济发展一样的闹，或者说热闹吧。临时加价、货不对版也都随之出现了。顺化皇城附近的人力3轮车车夫讲好价钱，载我们玩1个小时，过程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地点都停留多一点时间，最后却说我们超过1个小时了，要加钱。芽庄的珍珠乐园套票里面说含有空中索道，条件是你得在指定的面积不到5平方米的地方等2个半小时。你想想，连普通的车夫都懂得使用技巧去合理化它的加价，更别说集团化的游乐园和你玩的那些文字游戏。这个和在老挝旅游的时候，老板怕你吃不习惯一种苦的芭蕉烤咸鱼，就劝你不要买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当然，也并非整一个越南的行程都是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的。像在大力山城的时候，我就得到了好几个本地人的帮助。然而，整体的统计下来，在越南的花费起码比老挝高出了4倍，但是得到的体验感却比老挝差了不止5倍。越南的城市化比老挝强太多了，主干道也都是高速公路，市容和中国国内的大城市也非常的接近。除了他们还处在将摩托车换成小车的阶段之外，可以说在中国和在越南旅游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。当然，我只是将那些我去过的地方做一个比较，那个地方又是否能够代表那个国家也是不一定的，所以大家不要太较真了，你认为哪里更好才最重要。你呢？你是没给我出钱的了？